大家好，我是 Audrey 泰博士，我是一名经过董事会认证和研究员培训的博士，白内障和屈光外科医生、眼科医生和角膜专家。欢迎回到我的通道，眼睛眼科医生的通道。在今天的视频中，我想和您谈谈如何预防白内障。我会给你5个建议，尽早预防白内障的发生，并随着年龄的增长减缓白内障的进展。大多数时候，当我们想到白内障时，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专门影响白内障的疾病，老年人，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白内障通常在年龄左右开始出现，40岁到80岁，超过70%的人会出现视觉上严重的白内障。到2050年，美国白内障患者数量预计将从2440万增加1倍，大约有5000万。确实，最常见的白内障形式与年龄有关，但这并不是说40岁以下的人就不会患白内障。作为一名白内障外科医生，我已经为20多岁、30多岁、40多岁甚至更老的人做过白内障摘除手术。您或您认识的人是否被诊断患有白内障？请在下面的评论中告诉我。想了解更多关于白内障手术的信息，您可以观看我关于传统与激光辅助白内障手术的视频。白内障有不同的形式，会影响不同年龄段的人。这些不同形式的白内障通常有不同的原因。我将在以后的视频中更深入地介绍这个主题，所以请继续关注并订阅我的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制作的有关眼睛健康和眼科手术的任何新视频。2016年，眼科杂志发表了一项针对英国2054名双胞胎的研究。报道称，35%的白内障进展受遗传影响，个人环境因素占65%的影响。我们无法改变我们的基因，但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预防和减缓白内障的生长呢？让我们回顾一下我的5个预防白内障的技巧，您可以将它们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提示井号1：秘诀1，戴上太阳镜，以保护眼睛免受过度紫外线照射。当我们眼睛内部的天然晶状体失去透明度时，就会形成白内障，而不是将光线传输到我们眼睛后部的神经组织层视网膜。为了形成清晰的图像，它变得浑浊，并导致视力模糊和强光眩光，尤其是在晚上。我们天然晶状体的浑浊是由于一个过程造成的，称为氧化应激。天然晶状体主要由水和蛋白质组成，紫外线会通过糖化过程破坏晶状体蛋白质，引发晶状体中有害的氧化反应，并导致晶状体蛋白质变得浑浊。在2种不同类型的紫外线中， UVA 和 UVB。UVA 可以更深入地渗透到身体中，并且更有可能到达晶状体。研究发现，即使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 UVA 光也能引起晶状体中的蛋白质糖化。然而研究表明，眼睛中的天然抗氧化剂称为谷胱甘肽，对紫外线的破坏作用提供的保护非常有限。几项临床研究测试了抗氧化剂谷胱甘肽补充剂预防或减缓与年龄有关的白内障的发展，但结果好坏参半。所以，长时间在户外时，佩戴具有良好防紫外线功能的太阳镜很重要。时间，以阻止有害的紫外线到达我们眼睛的天然晶状体。我列出了一个提供100%紫外线防护的太阳镜示例，在下面的描述中您可以查看。提示井号2：提示2，戒烟。正如我之前提到的，白内障的过程形成是通过氧化应激破坏天然晶状体中的蛋白质。众所周知，吸烟会增加我们身体的氧化损伤，通过促进氧化并增加整个身体的自由基活性，
吸烟还可以通过消耗体内的抗氧化剂来间接增加氧化应激。此外，烟草副产品中含有的重金属，如镉、铅和铜会在天然晶状体中积聚并引起毒性。所以除了吸烟会损害我们的肺部和血管，还会增加早期患上这种病的风险。白内障研究表明，与吸烟相关的晶状体损伤在吸烟后可能是可逆的。戒烟，但戒烟的逆转效果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而且对身体的损害，镜头只能部分翻转。因此，尽早戒烟是个好主意。提示井号3：秘诀3：吃富含抗氧化剂的健康饮食。由于白内障的形成是由于氧化应激，你应该吃富含天然抗氧化剂的饮食，比如水果和蔬菜，尤其是深色绿叶蔬菜，有助于维持我们身体对抗氧化应激的自然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然积累，已经有很多研究试图研究膳食补充剂对预防白内障的效果，例如维生素 C、维生素 E、维生素 A、叶黄素和玉米黄质。一些回顾性研究发现，膳食摄入和补充这些维生素的影响，但是补充试验表明，很大程度上未能发现膳食补充剂对预防白内障有任何保护作用。此外，一些研究表明，补充谷胱甘肽可能有助于预防甚至逆转白内障。然而，口服补充谷胱甘肽的有效性非常有争议。由于谷胱甘肽口服补充剂的吸收率低，这是由肠道酶 GGT 伽马谷氨酰转肽酶引起的。我会建议吃健康均衡的饮食，其中含有大量的深绿叶蔬菜、菠菜和西兰花等水果，柑橘、浆果和鳄梨等水果，这些水果的含量都很高抗氧化剂，而不是依赖非处方销售的口服补充剂。提示井号4：秘诀4：控制血糖。这对于糖尿病患者尤其重要。糖尿病患者通过称为渗透压的过程形成白内障，经常是导致血糖不受控制和糖尿病的人快速形成白内障。渗透压是由天然晶状体中山梨醇类糖的积累引起的，这会损坏晶状体细胞和纤维。此外，食物中的糖含量也增加了。眼睛中的液体称为房水，也会增加晶状体蛋白的糖化，并增加眼睛的氧化应激，导致早期白内障形成。研究，糖尿病患者的白内障患病率增加了3至4倍。65岁以下，糖尿病病程较长的人患糖尿病的风险会增加，以及血糖控制不佳的人。除了早期白内障形成之外，糖尿病和血糖不受控制还会对我们眼睛的其他部位造成损害，例如视网膜，这称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因此，重要的是要有。如果您患有糖尿病，请良好控制血糖或改变生活方式以预防糖尿病。提示井号5：提示5：避免长期使用类固醇。长期接触皮质类固醇可能会导致来自许多不同的来源，例如滴眼剂、口服片剂、吸入器、外用乳膏、注射剂等。长期使用类固醇会导致特定类型的白内障，称为后囊下白内障或 PSC。PSC 白内障通常具有致密的，在包裹天然晶状体的薄囊膜背面形成斑块。PSC 白内障通常会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导致严重的视力丧失。皮质类固醇通常用于治疗某些类型的关节炎、皮炎或呼吸系统疾病。重要的是要记住，如果您长期服用皮质类固醇，术语，您应该与您的医生讨论长期类固醇的潜在副作用，并定期与眼科医生进行眼科检查，以监测早期白内障的形成。概括：除了我在本视频中提到的5个技巧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导致早期
白内障的形成，例如眼外伤、青光眼和视网膜疾病的眼科手术。如果您注意到视力有任何变化或光敏感度增加，看眼科医生找出视力变化的原因很重要。如果您长期接受皮质类固醇治疗或患有糖尿病，定期进行眼科检查以监测眼睛的健康状况非常重要。您最后一次进行全面眼科检查是什么时候？请在下面的评论中告诉我。我希望这个视频对您了解更多有关白内障预防的知识有所帮助。和一般白内障，如果您觉得该视频有帮助，请考虑点赞和分享这个视频，并点击订阅按钮和通知铃来帮助我为您带来更多有关眼睛健康和眼科手术的视频。想了解更多我的实践，你可以关注 Facebook 和 LinkedIn 上的我 @JoJoDay。再次感谢您的观看，期待在下一个视频中见到您。